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，每周分享家庭美食。今天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芝士奶酪蛋糕。这款蛋糕制作起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，在制作的时候也是一直制作不出来比较精品的奶酪芝士蛋糕。经过了不断的实验和总结，也是成功得到了一款相对比较完美的家庭版芝士蛋糕的做法和配料。所以观看这期的伙伴一定要仔细听我的讲解。首先，这个芝士蛋糕的配料是6寸的，需要准备3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然后取来2个稍微大一点的盆或者碗，小一点的碗中提前准备好130克的奶油芝士，紧接着取来烧开的热水倒入到稍微大一点的碗中，水刚好能达到小一点碗的底部，然后在奶油芝士中再加入50克的纯牛奶，30克的黄奶油切成小块方便融化，取来蛋抽，隔着热水用热水的温度把所有的材料融化。奶油芝士是白色的，像奶油状，不是小时候看猫和老鼠杰瑞经常偷吃的那种。不断搅拌，把材料融化成这种特别光亮的粘稠状。材料混合好之后取出来继续搅拌，让温度下降，让温度降下来，不然一会儿加入蛋黄的时候，蛋黄可能就会腾熟。材料降温之后再取过来一个容器，然后把蛋清和蛋黄分离，蛋清放在新的容器当中。前段时间做古早蛋糕的时候，步骤和这个奶酪芝士蛋糕差不多，有个别的伙伴反映蛋黄加进去被材料给腾熟了。在加入蛋黄之前，可以用一个手先搅拌着材料，趁蛋黄不注意把它给扔进去，然后快速搅拌均匀就好了。剩下的2个鸡蛋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就好了。取来一个筛子，筛子中加入15克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再加入15克的低筋粉，2种粉料过筛加入到材料当中，紧接着把粉料和材料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糊状，然后放在一旁。其实这一步之前相对还比较简单，后面比较重要一些。在打发蛋清之前，可以先预热烤箱。有的朋友家里只有戚风蛋糕的模具，而且还有朋友反映做出来的蛋糕底部发湿发黏。这里我们来改进一下烘烤的步骤。首先在烤盘中加入半盘的水，凉水热水无所谓，加入热水让烤箱可以预热的更快一些。然后在这个烤盘上放一个烤架，连同烤盘烤架一块放入到烤箱的下层先预热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上火150度，下火150度，放在烤箱的下层。有热风功能的把热风功能关掉。好啦，预热上烤箱之后，在蛋清中加入40克的白砂糖，蛋清当中加入几滴的白醋，或者是柠檬汁，或者是1克的塔塔粉，然后取来手持打蛋器打发蛋清。这款蛋糕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打发蛋清，如果蛋清打发不好，那就很有可能会顶部开裂，中间塌腰，中间发湿发黏。之前做了好几个这个蛋糕都不是很满意，可能就是这一步出现了问题。打发蛋清的时候，先用低速把白糖和蛋清搅拌一下，慢速把白糖融化的差不多以后，立马开高速打发蛋清，大概持续打发了1分15秒左右的样子。当然我们也要根据自己打蛋器的转速而定，就打发成了这种特别软可以流淌性的状态，然后开中低速继续打发。然后打发的这种7分硬，蛋白有轻微的纹路，然后打蛋头上挂尖，这个状态就差不多。打发好之后，再把刚才的材料取过来，用刮刀再轻微的给它搅拌一会儿，接着取来1/3的蛋白混入进去，用翻拌的方式把材料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把材料再反过来添加，材料全部倒入到打发好的蛋白当中。有很多刚接触烘焙的伙伴留言，翻拌需要多长时间？其实有很多伙伴翻拌的时间过长，会导致消泡，做出来的蛋糕不爬高，中间发黏。这里我就不裁剪镜头了，一般按照6寸、8寸蛋糕来说，翻拌一次也就不到1分钟，混合2种材料，总时间也就在2到3分钟左右。这款蛋糕的烘烤方式也是用到了水浴法去烘烤。
刚才烤箱连同烤盘已经放进烤箱提前预热，有的伙伴的烤箱很有可能会出现温度预热不上去，所以尽量烤盘中添加热水。翻拌好之后，取过来一个6寸的模具，模具的四周可以铺上一个烤盘纸，底部也裁剪好一个烤盘纸。这个模具是戚风蛋糕的6寸可托底儿的模具。然后拿起材料稍微高一点，把材料倒进去，放入烤箱之前，把材料在桌子上轻震几下，排出多余气体，让它自动找平，然后放入烤箱。烤箱刚才是以上下火150度去预热，放入蛋糕之后，立马把温度降到上下火120度，在烤箱中烘烤80分钟。烤好之后，烤箱关火，再焖20分钟，一共是100分钟，我们的蛋糕就烤好了。烤好之后，把蛋糕取出来，轻震几下，把烤盘纸都撕掉。这个配方和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这款蛋糕还是相对比较完美的。毕竟在家里各个条件都有限的情况下，做这一款蛋糕还是稍微有一些难度的。由于奶油芝士还是挺贵的，害怕翻车浪费材料，所以这里只配了一个6寸的配方，后面配好了8寸的配料，再更新到评论区或者是备注栏。做一期视频不容易，喜欢的伙伴帮忙关注点个赞。